多肉叶片的10种形态，代表幼幼的不同状态，要学会判断。我们都知道，根据多肉的根可以判断幼幼的状态，但是根系毕竟是埋在盆土下面，并不是能天天见到的，所以大部分都属于事后诸葛亮，有时想补就已经晚了，只能说是积累经验来预防下次的错误。其实我们每天都见到的多肉叶片，在幼肉不同状态的时候，也是可以发信号给我们的，比看根系来的更加方便及时。那么你知道怎么看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，怎么根据多肉的叶片来判断多肉的状态。老王把多肉的叶片简单的分了10种状态，一起来看一下。一健康正常的多肉，一株健康的肉。叶片会是紧凑细腻，饱满匀整，颜色正常有光泽，花纹清晰，没有各种斑痕，整体看起来非常自然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多肉植物根系也是非常健康的，有很大的可塑空间，所以可以承受各种控水、各种镍。而缺水的多肉，多肉植物缺水主要有2种，一种是真缺水，这是幼肉下端的叶片开始由下往上逐渐变软发皱，如果及时浇水，则会恢复饱满挺瓜的状态。另一种是根系会因为控水过度干枯了，会因为浇水过多烂根了，又或者幼肉上盆的时候根系就没长好，这样的幼肉同样吸收不了水分，也使叶片由下往上逐渐变软发皱。但是根系出问题的幼肉，即使是浇水也仍旧发皱，而且有时候外面的茎干会有气根出现。温馨提示，一般在幼肉下高2层叶片变软发皱的时候浇水。3、浇水过多的多肉。浇水多的幼肉，如果根系发达，前期叶片会长大长高，偶尔会有徒长迹象。如果一直没有节制的浇水过多，则要么直接掉叶子，要么烂根，导致叶片再怎么浇水也是皱巴巴的，甚至于化水或黑腐了。是不见阳光的多肉。多肉植物长时间不见阳光，叶片会很绿，而且会变得稀疏松散，有的会茎干拉长，叶片生长点变稀，就是徒长。有的比较矮的连座型幼肉，叶片会变宽变长，摊到盆土表面，俗称摊大饼。有的高一些的叶片会直接耷拉着，俗称穿裙子，这都是属于徒长。徒长的过程不可逆，砍头什么的只是补救措施，但是无法控制徒长。想要控制幼肉徒长，只有晒太阳。我叶片开裂的多肉。多肉植物的某些品种在供水时间久了，然后一次大水浇透的时候，会因为幼肉拼命喝水而胀破叶片，留下裂纹。这种现象尤其在控水一个冬天的多肉，在开春第一次浇水的时候出现的最多，一定要注意。看来幼肉和人是一样的，吃太撑我会胀破肚皮。6、掉叶子的多肉。引起多肉掉叶的原因有很多种，除了第3条说的浇水过多会引起幼肉掉叶子之外，像第5条中说的控水太久，然后一下浇透水，也容易让叶子一碰就掉。另外，环境突变和施肥过多过浓，幼肉常生黑腐病害，也会出现掉叶子的情况，需要仔细观察，找到正确的原因。7、产生枯叶的多肉。多肉植物在生长过程中，新旧叶片交替底部的老叶会逐渐干枯，属于新陈代谢的正常情况。如山地玫瑰等夏天休眠的幼肉，最外层的叶片也会干枯，形成保护，也属于整成情况。还有一种原因是幼肉叶片化水后干枯，此种情况有立即清理。8、覆盆期的多肉。覆盆期的多肉植物，由于初期水分无法从外界摄取，底层的叶片会消耗，出现发皱或干枯的现象。覆盆期结束之后，顶部叶心会反绿，叶片会微微松散，或出现轻微徒长的现象。此时浇水后，叶片会饱满硬挺。如果浇水后叶片仍旧萎蔫，则有可能是浆苗，需要重新修根上盆。9、叶片果冻化的多肉。多肉植物叶片果冻化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正常控型后上色，或出现美丽的半透明果冻色，就是我们说的出状态；另一种是叶片发黏，内部出现发黄浑浊的半透明颜色，是叶片化水，要马上处理。10、黑腐的多肉。如果幼肉叶片同茎干连接的根部出现发黑的现象，而且一碰就掉，则是幼肉出现黑腐，需要立即处理。以上是多肉植物叶片的10种形态。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叶片的状态来判断多肉植物此时的状态，以选择对应的处理方法。视频的配图只能代表每条其中的一